完美世界170集，10号大战黑神虫逃离谷地，在八珍楼偶遇青衣。上集说到，龙女和长弓眼意识到形势的严峻，决定撤退。他们知道，这个男子掌握着凶潮的部分力量，法阵随他而动，他们无法与之抗衡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无数的鬼魔神从断山中涌出，向他们扑来。10号和龙女等人迅速逃离，他们知道这些鬼魔神的力量不可小觑。在逃离的过程中，他们猜测这个神秘男子可能是在利用众人的血液进行某种祭祀，以期打开凶潮中的秘密。他们对这位神秘男子的身份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的存在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。他们推测这个人可能已经布局了6-7世，直到最后一世才显露出真正的实力。在逃离的过程中，他们目睹了无数强者在神秘男子的敌音下陨落，每一片花瓣都带走了一条生命。10号和其他人在这场杀戮中艰难前行，在血液的映照下，10号他们逃离了陨仙岭，但身后的修士们却陷入了绝望。鬼魔神的追击无情而残忍，无数生灵在他们的啃食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尽管10号他们已经远离了凶潮，但危机并未解除，数千头鬼魔神仍旧紧追不舍。神秘人再次出现，他收起了骨笛，吹响了天文海螺，这件大杀器的威力令神灵也难以抵挡。10亿及时出手，以残缺的石印击散了致命的涟漪，保护了同伴。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天文海螺的神音贯耳，将一个又一个生灵击碎。龙女不甘示弱，以骨角撕裂虚空，发出光刃斩向神秘人。秦昊和其他人都想要冲上去结束这个恶魔的生命。10亿提醒他们，神秘人独自追来必有倚仗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突然10号感觉到了异常，虫潮来了。神秘人不仅在灭杀群雄，还在召唤虫族大军，企图一举消灭他们。龙女和10亿的面色大变，天空被乌云般的虫潮遮蔽，黑神虫的数量之多令人震惊。这些虫子形体狰狞，背后生有透明的翅膀，它们的俯冲足以破碎山峰，摧毁一切。10号他们没有选择，只能急速逃离，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对抗如此庞大的虫潮。在逃亡中，黑神虫与他们的宝具发生了激烈的碰撞，火星四溅。10亿和龙女分别以石印和骨角击落了成片的虫子，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。然而面对如此众多的黑神虫，即便是他们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。在这片谷地中，他们无法使用破空符等手段逃脱，只能依靠自己的速度和力量与虫潮赛跑，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，每一次振翅都预示着死亡的临近。长弓眼一箭射穿虫潮中的头领，引发连锁反应，周围的黑神虫随之爆碎，暂时缓解了虫潮的冲击。10号也祭出了丹炉，借助天河水的力量，雷电交织，击落无数黑神虫。秦昊则催动长生战衣，与虫潮进行着殊死的搏斗。然而虫潮的规模之大，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10号意识到，这些虫子都是神秘人所养，且不止一处虫潮，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仙谷来说，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劫难。在这场逃亡中，10号他们不仅面对着虫潮的追击，还要应对神秘人不断吹响的天文海螺。那号角声中蕴含的魔性力量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10亿和其他人都意识到，只要能够闯出这片区域，他们就能够横渡虚空，摆脱虫潮的追击。他们甚至有机会回头去对付那个神秘人，但在这之前，他们必须先活下去。神秘人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他肩头上的虫子被一团光包裹着，显然是虫潮中的王者。龙女和长弓眼都认为，这只虫子尚未进化到虫帝的级别，但已经非常接近。10号感觉到自己发丝间的黄蝶似乎有所感应，而10亿和龙女则注意到神秘人体外缭绕的仙气，这表明他已经迈出了超越前贤的一步。他们意识到，这一世将会出现许多超越古人的强者，他们将会是衡量终极王者的新标准。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，10号他们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量。秦昊甚至被黑神虫刺穿，幸好10号及时将他救下，并收进了鼎内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仍然坚持着，直到最后一刻，终于冲出了这片谷地。神秘人在他们离开后，以一种温和而超然的姿态向他们告别。他的身影在血月下显得格外空灵，随着他渐渐远去，虫潮也随之消失。10号他们沉默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们知道，这个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，他的出现将会给仙谷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10亿选择第一个离去，他没有与10号交战，而是急切地想要闭关，因为这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和感悟。秦昊也选择离开，他在谷地受到的打击让他需要时间去苦思自己的道。长弓眼和龙女则与10号一同前往云界的一座巨城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神秘人的画像，并发布了悬赏，希望能够找到关于这个人的线索。龙女利用他在小千世界的据点和追随者，将画像传播到仙谷的各个主要城池。3人在府邸中等待消息，同时讨论着神秘人可能的身份和来历。他们意识到，随着有人成功迈出超越前贤的一步，其他的古代王者也将不甘落后，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尝试中失去生命。10号，
长公衍和龙女讨论了关于仙气的问题，以及如何踏出那关键的一步。他们知道，一旦修出仙气，战力将激增，甚至能够在虫巢中强势杀出。这种力量的飞跃让10号感到震动，他更加渴望成功，想要圆满走完自己的路。在讨论中，他们提到了宁川和石冠王，这2位都是古代怪胎中的佼佼者，可能已经成功迈出了那一步。宁川的真身若成功，将成为致命的威胁，而石冠王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他可能已经得到了一株源自上一纪元的小树，以此为根基，成就了自己的力量。这让10号意识到，岁月是一座熔炉，火炼真金，去无存精。许多古代怪胎已经死去，而剩下的活着的都是最强的存在。他们积累了数世的力量，一直在经研自己的道路，这种积淀不是一世所能赶超的。10号在经历了匈巢的生死考验后，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迈出那一步的决心。他明白，只有成功才能在仙谷内立足，否则注定会被击杀。龙女和长公衍虽然委婉地提醒了他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一世的积累确实难以与那些古代的王相比，他需要更加小心谨慎。2日后，他们分别，10号将落到，蓝奕晨从鼎中放出，几人深感劫后余生的庆幸。10号知道，匈巢的造化虽多，但不可能都被一人所得，他需要继续前行，寻找自己的机缘。10号交给蓝奕晨，落到路易72变中的一些话术，让他们改变容貌，用以自保，并要求他们探寻仙谷内哪些地方有神药，为将来的冒险做准备。随后，他们各自分开，10号决定去闭关，筑下完美根基，以便未来能够傲视群雄。10号再次前往光明城，他曾在那里大闹一场，若是有故人知道，可能会去那里寻找他。然而，当他进城时，却发现街道上的修士们因为他的到来而四散奔逃，他的名声已经足以让人心生恐惧。尽管如此，10号还是制住了一些修士，询问最近是否有特别的人来过。他得知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曾短暂停留，头顶上有一轮清月，圣洁无瑕。10号心中一动，猜测那可能是青衣。10号在青衣曾出现的地方走了一圈，虽然没有找到她，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停留，转身离去。10号在青灵城的桃花源中找到了一家小酒肆，自斟自饮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在小酒肆中，10号听说了桃源深处有一家名为八珍楼的酒楼，那里曾有西式美味，如金翅大鹏、飞凤等，这让他兴趣大增。尽管小酒肆的老板提醒他那里花费极高，且常有机缘出没，10号还是决定前往。10号进入八珍楼，选择了最高一层的桌位，可以欣赏桃源美景。他发现这里不仅是饮酒之地，也是强者们交换所需、交流信息的场所。在八珍楼，10号注意到了青衣的存在，他虽然不是真容，但依旧吸引了众多目光。旁边有仙殿的传人和一些强者，他们正在谈论关于荒，也就是10号的悬赏令。金发男子表示，仙殿传人将亲自出手镇压荒，并将他收为仆从。当10号得知这一消息时，他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回应。他提出要用神药、圣药来换消息，并邀请仙殿传人过来一见，因为他知道荒在哪里。这番话在场的众人都感到惊讶，他们没想到有人敢这样公然挑衅仙殿。